老赵，孩子快回来了，让他们先去后山候着吧。散了吧。听说郑阳今天要带女朋友回来，咱们老了。虽然郑阳只是我们收养的，但是这些年，我们也早就把他当成亲儿子了。索性趁着这个机会跟他坦白，把赵氏集团的股份全部转给他吧，咱俩就安心退休。好。爸妈，我回来了。涵涵，你看看，这都是什么破地方？要不是赵正阳的公司即将上市，否则这种家庭我是绝对不会同意你们结婚的。妈，我也是奔着赵正阳公司能上市我才找他的，不然谁看得上他？爸妈，这些老农民不会有什么肺结核之类的病吧？儿子回来了。爸妈，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女朋友孙涵，这位是孙涵的妈妈许琴。亲家好，涵涵好，我去给你们倒杯水。水就不喝了，我们今天是来找你们签股份转让协议的。你的意思是，让我们把股权以1块钱的价格转让给你女朋友的妈妈？爸妈，我的公司不是马上要上市了吗？涵涵他妈作为外企高管，能直接给我公司拉来海外资本背书，所以我就想着将股份转给涵涵他妈，这样更有利于我的公司上市融资嘛。这公司干股当初可是你公司初创时让我们拿出30万支持你，你答应给我们的。现在就因为要上市融资，你就要拿回我们的股权给你岳母？你们两个天天在乡下种地的农村人，还占着上市公司15%的干股，这要是传出去，是会让投资人笑话的，而且还会严重影响正阳公司的形象，甚至还有可能导致公司融资失败。正阳，你也是觉得我和你爸会影响你公司形象吗？爸妈，我怎么会嫌弃你们了？我这也是为了给你们赚养老钱啊，毕竟公司上市了，我才能让你们过上更好的生活。我劝你们啊，现在赶紧把字给签了，把股份让出来，对你们好，对正阳也好。毕竟正阳只是你的养子，难道你们想吸他血一辈子吗？哎呦，妈，你们就把字签了吧，没事儿的。就算你们没有了股份，以后我也会给你们养老送终的。我这个人最懂感恩了。这20年来，我们2人隐藏身份，默默支持着杨子的事业，没想到在杨子眼中，竟然是我们要吸他的血。Mom, look， 你看这两个乡巴佬被我们吓住了。我的乖女儿，等他签完字，就让他们待在这个破地方，孤独终老一辈子吧。爸，你看，涵涵他妈不愧是外企高管，这英语说的真流利。Are you sure? Are you sure? 正阳，你爸不是农村人吗？怎么会说英语？妈，他爸就是一辈子没出过农村的老农民，怎么可能会说英语？一定是你听错了。孙涵，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爸呢？爸，你别往心里去，孙涵还年轻，不懂事儿，毕竟你们以后相处的日子还长。我有说错吗？你从创业开始，靠的就是自己。你能给他们养老送终，就已经是在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了。他们凭什么还拿股份？我们拿股份，是因为我们付出了，这个股份我们拿的问心无愧。付出？什么付出？几万块钱的付出？有本事你们就像我一样，能喊来资本，让正阳公司上市啊！你仗着自己有人脉，留过学，就能瞧不起农民，就能随便用英语侮辱人吗？侮辱？你觉得你们配让我们侮辱吗？看看你们这身破烂，要不是因为正阳公司股份，我才懒得来这个狗窝一样的地方。没事，宝贝儿。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让他们把合同签了。这破地方，我1分1秒都不想待了。爸，涵涵和他妈习惯用英语对话，你又听不懂英语，肯定是误会了。
你就别在这儿疑神疑鬼了。当初你要创业，我和你妈毫不犹豫支持你，我一直用自己的资源为你的公司保驾护航。现在你公司要上市了，你就要把我的股份给一个外人，眼睁睁看着别人用英语侮辱你的父母，你还要为他们开解？爸，我真的希望你们能理解我，我只是不想跟你们一样一辈子窝在这个乡村。我努力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公司能上市，这股份你们就非要不可吗？我要的是股份吗？不就是想多分点钱吗？正阳，你也是这么觉得？爸，你们没儿没女，这些年也一直都是我陪在你们身边，你们的钱不就是我的钱吗？没必要分得那么清。我明白了，既然在你心中上市比父母还重要，那这个股权转让合同我签。赵正阳，我最后提醒你一句，我要是签了这份股份转让合同，以后你的公司与我们再没有半点关系。赵正阳，我最后提醒你一句，我要是签了这份股份转让合同，以后你的公司与我们再没有半点关系。行了，爸，签了吧，没有关系才好啊。好，我签。一个农民能给正阳带来什么帮助啊？真拿自己当回事儿。哎呀，妈，你怎么这么说正阳的养父养母呢？人家也是有功劳的。功劳有什么用？他们认识顶级的风投集团，能帮正阳公司上市吗？顶级的风投集团？没错，说出来怕吓到你们。我拉来的风投正是国内的赵氏集团。赵氏集团，那不是我和宛如的公司吗？我倒要看看，有我在，你们怎么拉来赵氏集团的投资？什么？赵氏集团？这可是市值1000亿的大集团啊！只要能让他们投资，我们深海科技上市成为世界500强都不是梦。听见没？这就是你们和我妈之间的差距。我妈可不是白拿这15%的股份，光是我妈的人脉就能够让深海科技成为行业独角兽，这是你们能比的吗？哎呀，这都是举手之劳。赵氏集团的副总是我的同学，我一句话他就得给我这个面子，不像你养父母，除了吸你的血，什么帮不了你。正阳，也就你有这孝心，换作是我早就跟他们断绝关系了。正阳，你也是这么想我们的？觉得我们在吸你的血吗？爸，我怎么会这样想呢？你们将我辛辛苦苦养大，我肯定会养你们一辈子啊。不过爸妈，其实我还有一件事儿想跟你们说一下。我们公司不是新开了一个项目吗？正好还缺100多万的资金，我准备把我们家农村的地皮和后山那一块地都给卖了，以后这个项目产生的收益全部给你们15%。我和宛如真心待你，甚至还想着以后将集团交给你打理，没想到你为了眼前这点小利，不仅要回了我们手上的股份，甚至还想卖掉祖宅，挖我们的根。他们不会不同意卖这块地吧？我妈可是都联系好的地产商，连定金都收了。放心，宝贝，他们就我一个儿子，可都指望着我养老呢。要是没了我，他们2个人这辈子都只能待在农村吃苦了。我不同意！今天就算是赵氏集团来了，也动不了我的一块地。爸，你留着这些地皮有什么用？以后我又不可能回农村，等你们以后不在了，这些地还不是要便宜了别人？就是便宜外人，还不如卖钱了支持正阳。我妈认识的那一家房地产公司正好要开发农家乐，可是出资150万呢。150万，就是1500万，我也不卖。老赵，别气坏了身子。你知道150万是多少钱吗？要不是有我的关系，就你这块破地，连5万都卖不到。爸，你和妈就好好考虑考虑吧。正阳，你有上进心是好事，但是这地皮和祖宅是你爷爷留下来的，这是我们赵家的根，无论如何我们都不会卖的。根？爸，
妈，你们口口声声说把我当亲儿子疼，结果呢？到了关键时刻，几块破砖烂瓦都比我这个大活人的前途重要。也对，毕竟我身上没流你们赵家的血，我算哪门子赵家人？怎么配动你们赵家的根呢？你说什么？我说错了吗？既然你们这么自私，非要眼睁睁看着我的公司被逼死，那这20年的父子情分，我也算是尽力了。你们赵家的姓儿，我高攀不起，我要改姓！我要改姓！你说什么？我们养育你这么多年，你就因为我们不卖祖宅，你就要改姓？你把我们这个父母当什么了？父母？别人家的父母，为了儿子的大好前程，砸锅卖铁都要铺路，而你们呢，都舍不得卖几块不值钱的地帮我。既然如此，那我留着你们赵家的姓干什么？够了！既然你不想姓赵，出了这个门，你就不再是赵家人了。有些人啊，就是看不清形势。只要能让我爸入土为安，我这条命以后就是你们的了。哪怕当牛做马，我绝不反悔。医生说了，我们这辈子不可能有孩子了。我看这孩子有情有义，不如我们将他收养了吧。以后我们也算是后继有人了。好，我会安排好你爸的后事，以后你就跟着我们一起生活吧。没想到我们这么多年竟然养出了一个白眼狼。让所有人过来，马上！是，赵总让你们都去老家。我们家屋子小，没有那么多位置给你们坐，就劳烦各位站一站吧。今天叫你们来，就是有件事要宣布。从今天开始，抽回投资深海科技所有的资金，并且将深海科技拉进风投黑名单，全行业封杀。赵总，深海科技可是您养子的公司，而且现在还是他们即将上市的关键时期。上市期间如果资金链断裂，是会导致公司破产的。我要的就是他公司破产。国平，我们这么做会不会太残忍？万如，这些年我们教他知识，资助他创业，我们给了他一切，却唯独忘记了教他做人。所以我决定收回给他的一切，先让他懂得怎么做人，如何为人子女。花旗银行天问商会，赵氏集团从今天开始全面封杀深海科技。正阳，我跟你说，我当你公司的股东，肯定不会像你的农民养父母一样拖你后腿的。我保证让你和孙涵以后无后顾之忧。岳母，其实我早就想把他们手上的股份拿回来了，只是一直找不到好理由。而且他们只是养了我10几年而已，就想吸我几10年的血，做梦！我看他们啊，也没把你当养子，连农村那些破地都不愿意卖，早点断了关系才好。赵总不好了，深海科技被全行业封杀了。你说什么？你们是干什么吃的？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不早点汇报？怎么了？公司业务出了一点问题，现在公司账上彻底没钱了。什么？岳母，你的那个同学靠谱吗？靠谱，那必须靠谱。他现在可是赵氏集团的副总，给你公司投资，也就是他一句话的事。那我现在以庆功宴的名义去酒店订个包间。岳母，你去邀请赵氏集团副总，让他看看我们深海科技的前景。好，立刻给我订全城最好的酒店，马上！老公，放心吧，等你公司上市，你就是身价过亿的总裁了。好，
来，让我们庆祝美好的明天！干杯！干杯！赵总、李总，现在我们赵氏集团已经达到万亿规模。我们花旗银行现在已经是世界顶级银行，我们天问商会现在也已经是世界排名第1的商会。这些年你们辛苦了。小雪，我记得孙涵的母亲许琴和你是同学吧？李总，我和许晴是大学同学，但是关系仅仅也只是同学而已。赵总，是许晴的电话。接吧，看看他说什么。哎呀，老同学，好久不见了！你带着赵氏集团来参加深海科技的上市庆功宴，我们好好叙叙旧。赵总、李总，许晴邀请我们赵氏集团参加深海科技的上市庆功宴。得罪了赵总、李总，他们深海科技还想上市？做梦！赵总，这种忘恩负义的东西，无需您亲自出手，让我来吧。既然他们邀请赵氏集团参加，那我们就一起过去看看。赵总，听说你的公司拿到了赵氏集团的投资？没错，这都多亏了我的岳母认识赵氏集团的副总，不然我们深海科技也拿不到赵氏集团的投资。小意思啦。那今天赵氏集团会来吗？当然，赵氏集团的王副总已经答应今天要亲自过来。我可是听说赵氏集团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公司的庆功宴，没想到深海科技的庆功宴竟然能邀请到赵氏集团的王副总。赵氏集团王总到。王总，王姨，哎呀，老同学，好久不见，快入座。我和你们没那么熟，而且今天代表赵氏集团的不是我，而是我们集团的创始人赵总、李总。爸妈，谁让你们两个进来的？赶紧给我滚出去！你们可真不要脸，嘴上说的好听，说自己不会再来找郑阳，转头郑阳开个庆功会，你们就舔着脸来了。王总，不好意思，我马上把这两个农民赶走，免得脏了你的眼。我还以为这两人身份高贵呢，没想到竟然是来混吃混喝的。听说他们就是赵总的养父母，是农村人，特别不懂规矩。郑阳，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把他们赶走！爸妈，今天的庆功宴对我很重要，你们能不能别在这里影响我了？赶紧出去。这是王总和赵氏集团创始人的位置，你们有资格坐在这里吗？你可以问问王雪，这个位置我们到底做不做得了？人家王总是身份高贵，懒得同你们这种泥腿子计较，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王总，您别生气，我马上将这两个人赶出去。赵国平、李婉如，你到底想干什么？非要搅黄我的投资吗？赶紧给我站起来，别在这里丢人了。你给我闭嘴！王总，你打我干什么？王总，
消消气，抢位置这件事儿不怪正阳，都怪这两个老东西为老不尊。他们可是我们赵氏集团的创始人赵总和李总。他们可是我们赵氏集团的创始人赵总和李总。我靠，这两人竟然是赵氏集团的创始人，就是那个垄断了江城一半风头的千亿集团。真是人不可貌相啊！从他们两人一进来，我就发现他们不一般。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你们怎么可能是赵氏集团的创始人？从你们收养我那天起，我的记忆里就只有农村的破瓦房。你们明明就是种地喂猪的老农民。因为当年收养你的时候，我和宛如就已经财富自由，我们厌倦了商场的尔虞我诈，只想过闲适的田园生活。正阳，我们刻意隐瞒身份，是想让你懂得脚踏实地的道理，让你靠自己的双手去拼搏。可你太让我们失望了。如果他们是真的，那岂不是说我刚才不仅把千亿家产拒之门外，还亲手把身价千亿的养父母给得罪死？精彩，真是太精彩了！你们的演技实在太好了，差点就把我们所有人都给骗了。涵涵，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正阳，你好好想想，有钱人退休后就算去农村体验生活，那也是盖大别墅，雇10几个保姆伺候的。谁会亲自在地里刨食，跟那些又脏又臭的鸡鸭鹅住在一起？女儿，你说的太对了，哪有钱人这么委屈自己的？你们看看他那双手，全是老茧和泥垢。我见过的海外真富豪，哪个不是保养的细皮嫩肉的？所以他们就是两个穷了一辈子的土老帽，故意在这里装富豪，故意在这里装富豪。那王雪怎么解释？他可是真真切切的赵氏集团副总。这还不简单？这两个老东西不甘心被你收回股份，又舍不得赵家祖宅，所以砸锅卖铁去影视城，找了个跟赵氏集团副总长得特别像的群众演员来演副总呗。没错，我就说我的同学怎么可能对我爱理不理？当年在海外的时候，我跟她可是好姐妹。放肆！你们简直愚不可及！孙涵，你说话注意点，小心祸从口出。祸从口出？老太婆，你们都死到临头了，还敢反过来威胁我？你们知不知道冒充赵氏集团创始人，这可是诈骗，要坐牢的。就是，自己一辈子烂在泥里，就见不得正阳飞黄腾达。见我们不给股份，居然花钱雇个群演来冒充赵氏集团副总，你们这群乡巴佬为了钱，真是什么下作手段都使得出来。正阳，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叫保安把这3个骗子赶出去！要是等会儿真正的赵氏集团高管来了，看到这群冒牌货在这里败坏赵氏的名声，你的10亿投资就彻底黄了。你还想不想公司上市了？赵国平、李婉如，你们太让我失望了！你们不肯卖祖宅帮我筹集资金也就算了，现在竟然跑到我的庆功宴上假扮赵氏集团创始人，你们是非要把我的心血搅黄了，看着我去死，你们才高兴吗？失望，赵正阳，你摸着良心问问，这些年我和宛如帮你的还少了吗？你初创公司时那位于市中心最繁华地段的办公楼，还有你在没有任何抵押物的情况下拿到的1000万银行贷款，哪一个不是我们在背后帮你的？你们帮我？
那栋办公楼是房东看中了我的商业企划书，被我的才华打动，才主动给我免了3年租金。那千万贷款是银行行长亲自看了我的项目，觉得我是个商业天才才批给我的。你们干了什么？你们不过是用你们那张一文不值的农村身份证给我做了个毫无意义的担保而已。我能有今天，全靠我赵正阳自己的头脑和本事，跟你们有什么关系？正阳可是公认的商业奇才，你们2个老吸血鬼，休想往自己脸上贴金。正阳，你太自以为是了，你真以为这世上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吗？少跟我在这里装高深！等我公司上市了，你们当初花在我身上那点破钱，我会10倍100倍的砸给你们。但是现在，请你们立刻给我滚出去！好一个10倍100倍的还给我们！但我现在告诉你，你的公司永远都没机会上市了。赵氏集团绝不会给你这种白眼狼投任何1分钱。赵总，让所有人加快速度，我要10分钟内看到深海科技破产。是。你是不是看电视剧太多了？还10分钟让一家估值几十亿的公司破产？你以为你是谁啊？真把自己当成赵氏集团董事长了？就是，连装都不会装。正阳的公司现在可是投资界的香饽饽，你想让他破产，真是穷疯了，在这做白日梦。我到底是不是在做白日梦？你们很快就知道了。好啊，我今天就站在这儿。我倒要看看你一个只会种地的乡巴佬，怎么让我这家马上要挂牌上市的公司破产。这个老爷子气场虽然足，但这话确实太狂了。深海科技可是现在炙手可热的独角兽企业，几十家公司盯着呢。对啊，想让一家新兴的独角兽企业在10分钟内死掉，除非同时切断这家企业所有的上下游供应链，让巨额的违约金瞬间压断资金链。但这根本不可能啊！那些供应商又不是傻子，谁会为了一个老头去毁约？赵正阳，你得意不了多久了。我就这么得意，你又能拿我怎么样？我告诉你，我的供应商遍布全国各地，全都是行业里的龙头老大，光是单方面的违约金加起来就高达几10个亿。就算是你们真的是赵氏集团高层又怎么样？只要你们拿不出这几10亿的违约金，我就不可能破产。正阳啊，看来这些年顺风顺水的日子让你走得太飘了。你似乎忘记了，当年你公司快倒闭的时候，那些所谓的大牌供应商，全是我们一家一家帮你找来求来的。放屁！那明明是因为他们在酒桌上被我的商业规划打动了，是看中了我赵正阳的才华，跟你们2个老废物有什么关系？才华，你马上就会知道，没了我们的支持，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喂，老李啊，是不是又有哪家风投要给我们追加投资了？我现在可正在办庆功宴。赵总，完了！刚才江城最大的王总、海城的钱总，还有我们所有的上下游供应商，全部单方面宣布中断与我们的合作。什么？他们疯了吗？单方面毁约可是要赔付天价违约金的。他们说宁愿赔付10倍违约金，也绝不跟我们做生意了。并且赵氏集团直接下达了全行业最高级别的封杀令，现在各大银行也开始疯狂催我们还贷。现在我们公司的资金链彻底断了，公司已经濒临破产了。正阳，怎么了？是不是财务搞错了？完了，全完了！我的公司要破产了。你不是说他们是花钱雇来的假演员吗？演员怎么可能让你的公司破产？一切都是假的，对不对？妈，
们现在应该怎么办？要是公司破产了，我还怎么当总裁夫人啊？赵总、李总，一切事情都办妥。赵正阳，我说让你公司上市不了，你就不可能上市。现在，你还觉得你的供应商是靠你的才华拉来的吗？正阳，我们现在还有最后的机会，只要让王雪收回指令，赵氏集团就会撤销封杀，到时候就能挽救深海科技了。王总，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的公司真的很需要赵氏集团的投资，深海科技不能破产啊！赵正阳，赵正阳，你求错人了，你该求的人不是我，而是你眼前的赵总和李总。爸妈，我虽然是养子，但是你们可是辛辛苦苦养了我20年啊！就算我之前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你们打我骂我都行，但深海科技是我的命啊！你们就忍心眼睁睁看我的心血破产吗？你的公司现在和我们有半点关系吗？宛如，我们走。不行，你们不能走！你们要是走了，我的资金缺口谁来填？我的公司怎么办？你们今天必须让王雪把指令撤回！你们两个老东西也太狠毒了吧！都说虎毒不食子，你们明明有千亿身家，抬抬手就能救正阳，凭什么对自己的养子这么残忍？就因为他只是养子吗？残忍，正阳。当你们用英语在院子里肆意羞辱我们的时候，你觉得我们残忍吗？当你为了讨好一个外人，逼着我们签下股权转账书，甚至扬言要卖掉赵家祖宅，跟我们断绝关系的时候，你觉得我们残忍吗？从你抢走股份，放任这对母女羞辱我们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已经恩断义绝了。恩断义绝了。你们作为赵氏集团的掌权人，手里捏着几千个亿有用不完的钱，那区区15%的股份对你们来说算个屁呀！就是小心你们就是见不得我好。你们害怕我的深海科技一旦上市，就会在商界彻底掩盖你们的光芒。你们是害怕我这个养子超越你们。超越我？一个连最基本的供应链就是企业大动脉都不明白的蠢货，你拿什么超越我？靠你那张只会吹牛的嘴吗？公司的供应链确实是你们的关系，但是陪同那些供应商喝酒应酬的可都是赵正阳。赵正阳每天都喝得烂醉，他就是为了把公司做到上市。他那么努力，你们看不到吗？赵氏集团的赵总做的有些过分了。深海科技的小赵总，不管怎么说也是他们的孩子，他们竟然这么残忍。深海科技可以说是赵正阳的心血了，就这么毁掉深海科技，实在是太霸道了。努力，他只是在假装努力。小王、小钱，你们放心，跟着我深海科技，保证你们赚钱。要不是会长嘱咐我必须照顾好他，就这种人也配跟我喝酒？他就是有个好爹，否则一家市值都没1000万的公司，哪里有资格跟我们两个说话？等会儿喝完，我还安排了下一场，保证你们舒舒服服。昨天正阳得罪你们了，作为对你们的补偿，以后赵氏集团的采购会增加30%。谢谢李总，谢谢赵总，你们可以走了。赵总再见，赵总再见。在酒桌上，不懂尊敬人，不懂礼节，
要不是我和婉如帮你，你早就将所有供应商得罪完了。这不可能，我不信。在酒桌上，我把他们安排的舒舒服服，每个人都拍着胸脯跟我称兄道弟，他们怎么可能为了一通电话就抛弃我？正阳，看在20年母子情分上，我给你上最后一课。商场如战场，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真正的朋友。他们和你称兄道弟，敬的不是你杯子里的酒，而是赵氏集团这块金字招牌。没有我们在背后给你背书，你连踏进那个包间给他们倒茶的资格都没有。不，我还没说。岳母，你不是从海外留学回来的顶级高管吗？你不是说你在华尔街有通天的人脉，能帮我找来几百亿的海外资本背书吗？只要外资进场，我的深海科技一样能起死回生。海外资本，赵正阳，那恐怕要让你大失所望了。你的这位好岳母，别说拉来海外资金，她连在国外要饭的资格都没有。我妈可是跨国企业的高管，跟你这种在国内打工的根本不一样。找来海外资本对我妈来说就是一句话的事儿。你们赵氏集团也别在这摆谱了，你们也只不过是在国内比较厉害而已，放在海外真正的金融大鳄面前，你们连提鞋都不配。我妈认识的那些资本大佬，一根手指头就能碾死你们。妈，你说话呀，告诉他们你背后站着多大的海外势力。涵涵，你别说了。那就让我看看你这个岳母到有多大的本事，能给你拉来什么样的资本。岳母，难道你跟我说的都是骗我的？赵正阳，你怎么跟我妈说话呢？我妈怎么可能会骗你？她说能拉来海外资金，就肯定能拉来。没错，我确实能给正阳的公司拉来海外资金的投资。请开始你的表演。完了，我出国留学那段时间都是奔着去找富二代了，哪里认识什么海外资本负责人？你可以将你认识的海外资本说出来我听听，说不定我认识，我来帮你打这个电话。闭嘴吧老头，我妈这是在思考，她认识的海外负责人太多了，随便拿出来一个都能吓死你们。是吗？这么多年我还真没见过有海外资本能够在国内跟我们赵氏集团叫板。没见过，那是因为你们两个见识少。真正顶级的海外资本，岂是你们这种暴发户能接触到的？妈，你现在就给谢叔叔打电话，让他们这群有眼无珠的乡巴佬好好看看，什么才是手眼通天的海外资本。涵涵，这位谢叔叔又是谁？他真的能救深海科技吗？谢叔叔可是海外花旗银行的副行长，他手里捏着几百亿的现金流，不少跨国企业都是他名下的客户，只要让他出面随便引荐一下，都够深海科技起死回生，直接挂牌上市了。什么？海外花旗银行的负责人，那可是只服务于身价上亿企业家的全球顶级大银行啊！所以啊，正阳，你把心放进肚子里，根本不用担心。而且谢叔叔和我妈的关系可不是一般的好。我小时候，谢叔叔就经常来我家，和我妈单独待在房间里，一聊就是1个多小时呢。这交情，批个10亿8亿的贷款，还不是我妈一句话的事儿？涵涵，你妈也太厉害了吧！有了花旗银行的海外背书，我甚至还能在国际市场上彻底超越赵氏集团。花旗银行怎么听起来这么熟悉？婉如，你有印象吗？别装了，你们两个当然不可能知道大名鼎鼎的花旗银行了。花旗银行的副行长，那可是连无数顶级权贵都要排队巴结的真正大人物。你们赵氏集团在人家面前连提鞋都不配。你们真以为用赵氏集团就能卡住我们深海科技上市的脖子？我告诉你，做梦去！跟国外资本比，你们算个屁！
哦，我想起来了，国平，这个所谓的海外花旗银行，是不是我们当初让小段负责打理的那家小银行啊？哦，小雪，花旗银行现在的国内业务还是段恒在负责吗？回赵总、李总，花旗银行现在依旧是段恒在负责。没想到啊，当初我们随手拨了点资金，随便提拔的一家小银行，这么多年过去，竟然被段恒这小子做到这么厉害了，都敢在外面号称顶级海外资本了。你们是被吓傻了吧？连这种牛你都敢吹？别人花旗银行在几十年前就已经是名震全球的庞然大物了，就你那个赵氏集团也说花旗银行是你们扶持的，你也就能在我们面前得瑟一下了。等花旗银行的谢叔叔一到，人家一根小食指就能压得你这辈子抬不起头。好，那我今天就坐在这里等着，我倒要看看花旗银行的一个副行长是如何压我一头的。哎呀，波哥，你终于来了！宝贝儿，我今天可是专门推了几个亿的局来帮你站台的。讨厌。不过你跟我说的深海科技，我很感兴趣。明天你让你女婿来找我，我直接给他批10亿的贷款，保证他公司上市稳稳的。10亿，有了这10亿，我绝对能将深海科技打造成巨大的企业。哎呀，波哥，你要是再不来，我女婿的深海科技都要被别人弄破产了。那边那两个老东西仗着自己是赵氏集团的高层，就在这里耀武扬威，说要全行业封杀我们。波哥，你可要给我们做主啊！波哥，你可要给我们做主啊！你们赵氏集团算个什么东西？只不过是在江城有点影响力而已，也配在我花旗银行面前叫嚣让深海科技破产？我告诉你，今天有我在，我看谁敢动深海科技！今天就算是你的总行长段恒站在这里，他都不敢对赵氏集团说半个不字。这老头到底是什么来路？竟然知道我们行长的大名？难道是我们行长的哪个大客户或者朋友？这位老先生，听您这口气，您和我们花旗银行的段行长的关系是？谢叔，您可千万别被这虚张声势的老头骗了。这两个老东西不过是赵氏集团早就退休的高层，这20年一直生活在乡下农村种地喂猪，他们这种底层的乡巴佬怎么可能跟段行长有交情？没错，这老东西就是看您副行长的身份太高贵，故意在这里装腔作势，强行攀关系呢。我还以为你们是什么手眼通天的大人物呢，原来就是两个退休的老废物。谢波，你给我把嘴巴放干净点！你知不知道你在跟谁说话？今天就算是你们总行长段恒今天亲自站在这里，他也得规规矩矩、恭恭敬敬地弯下腰，叫一声赵总和李总。真是笑死我了！他们算什么东西，也配让段行长尊重？你们引以为傲的赵氏集团，现在在我们花旗银行这种真正的国际资本眼里，那都只是一家必须看我们脸色行事，随时能被捏死的小公司。你简直是不知死活！现在我给你们赵氏集团一次机会，现在立刻给我跪下，给孙涵和郑阳重重的磕头道歉。只要磕到郑阳满意了，我就可以大发慈悲，放你们赵氏集团一马。他们还有多久到？赵总，
最多还有2分钟。我今天就把话撂在这儿，你们今天叫天王老子来都没用。刚才你们不是很狂吗？不是觉得你们1、2句话打个电话就能决定正阳公司的生死吗？怎么现在谢叔叔一亮明身份，你们就在这里装哑巴了？涵涵，今天多亏你妈把谢叔叔请了过来，否则我今天真要被这2个阴险毒辣的老东西吃的连骨头渣子都不剩了。我算是看明白了，你们刚才故意切断我的供应链，抽走资金，根本就不是为了教训我，你们是想故意让我的公司陷入绝境破产，然后好利用赵氏集团的庞大资本，底价把我的深海科技给强行吞并了。你们这是想名正言顺的把我踢出局，抢夺我的劳动果实。当年那个跪在雨里发誓要报答我们的乖巧孩子，怎么会被名利熏心，变成了现在这副六亲不认、毫无教养的模样？赵正阳，这是我最后一次以长辈的身份劝你，你现在低头认错还来得及。看在过去20年抚养你的感情上，我们赵家能保你这辈子衣食无忧。保我一辈子衣食无忧？我呸！你们手里明明捏着1000亿家产，却足足瞒了我20年，让我从小跟着你们在乡下吃苦受罪，被别人嘲笑是个没背景的泥腿子。现在我好不容易靠自己拼搏出了事业，马上就要挂牌上市了。你们看我发达了，又想用这种高高在上的施舍口吻，把我拉回当年那种只能养你们鼻息的贫苦日子。你觉得可能吗？正阳，别听他们忽悠，我看他们就是看谢叔叔在这里，害怕自己吞并公司的阴谋被识破，才故意打感情牌拖延时间。你现在有花旗银行给你撑腰，以后你的深海科技绝对前途无量。孙涵说的没错，正阳啊，你的深海科技早就在我们花旗银行的优质投资目标名单上了。今天有我在这里，你的公司就不可能破产。赵正阳，你真的以为我要对付你，区区一个花旗银行的副行长就能护得住你吗？正阳啊，你现在可是未来的100亿总裁，跟这种已经退休的老废物还有什么好废话的？现在直接叫酒店保安过来，把他们都给我摁在地上，逼着他们给你和孙涵磕头道歉。没错，今天他们不道歉就别想走。谢叔的这条建议好，对付这种给脸不要脸的老东西，就得来硬的。保安！正阳，你确定要一错再错吗？我呸！正阳有什么错？正阳现在就是被你们在背后有预谋的摆了一刀。婉如，婉如，赵正阳，你这个泯灭人性的畜生！从此以后，赵氏集团与你不死不休！哼，还不死罢休？就凭你们2个快进棺材的老东西，你们配吗？老子早就受够了你们了。正好今天谢叔在，让谢叔给我做个见证。你们给我看清楚了，从今天开始，我赵正阳，我不要你们了！赵正阳，你所有的怨气冲着我来，我任由你处置。但你先放了婉如，她心脏不好，不能遭受这么大的刺激。哼，放了这个老太婆，我送你2个字儿：做梦。赵正阳，你很快就会为你今天的所作所为付出惨痛的代价，你会后悔的。后悔？我看后悔的是你们！
你们要是早点把全部身家和赵氏集团都过户给我，今天至于受这种罪吗？畜生！你要干什么？干什么？自然是用这杯酒让这个装死的老太婆清醒清醒。刚才不是挺能说教的吗？现在我要让她立刻醒过来，给我跪下道歉。谢伯，你如果还想要你的副行长之位，你就现在立刻马上上阻止赵正阳，否则什么？想拿人压我告诉你，我的副行长位置稳如泰山。正阳又没说错，人本来就是醒着才能道歉，所以正阳你就放心大胆的泼，出了事儿我担着。都给我住手！婉如，婉如，你醒醒！国平，我没事儿，别怕。今天在场的所有人，一个都别放过！是。你们是谁啊？带着几个保镖就在这里装大哥，赶紧给我滚开！小心我告你们私闯宴会！你们知道站在这儿的是谁吗？他可是花旗银行的副行长，只要他一句话，你们今天全都要进局子蹲大牢！贱人，你给我闭嘴！你是想害死我吗？谢叔，你打我干什么？是他们带人冲进来，你要打也是打他们啊！你可是副行长啊，你怕他们干什么？谢波，我让你当花旗银行的副行长，就是让你在外面这么耀武扬威、仗势欺人吗？我说过，花旗银行护不住你。行长，我不知道他们是您的朋友啊，是我瞎了眼，不小心大水冲了龙王庙。什么？他是花旗银行的总行长？朋友？你不仅瞎了眼，你连脑子都没了。从今天开始，你被花旗银行正式开除了。赵总、李总，是我瞎了狗眼，是我有眼无珠，求求您二位大人有大量，把我当个屁给放了吧！啊，我真的是知道错了。刚才你不是说要把我们抓起来，逼我们下跪道歉吗？你不是口口声声说你的副行长位置稳如泰山，今天叫谁来都没用。我该死，我嘴贱，我不是人，我胡说八道，我乱嚼舌头根子。段行长，我瞎了狗眼才冲撞了贵人，看在我为花旗银行做牛做马这么多年的份上，您帮我向赵总求求情吧。我上有老下有小，身上还背着1000万的房贷，我不能失去这份工作啊！你得罪了赵总和李总，你以为仅仅是开除这么简单吗？我正式通知你，从今天起，你被花旗银行以及全球金融联盟全行业封杀了，你这辈子都别想再踏入金融圈半步。疯了！你疯了！你打我干什么？贱女人，都是因为你！如果不是你打电话哭着喊着把我叫来给你们这群白痴撑腰，老子怎么会得罪赵总？我奋斗了半辈子的事业全毁了！老子今天落得个倾家荡产、身败名裂的地步，都是你害的！谢叔，你还认识那么多资本，他们的封杀对你是无效的。蠢货，死到临头还在做梦。哼，你们难道还没长脑子看明白吗？今天你们得罪的是赵总和李总，他们的身份比花旗银行的段行长要高贵100倍。也就是说，他们说的都是真的。享誉全球的花旗银行
只是他们赵氏集团旗下的产业之一，那岂不是意味着赵氏集团其实就是全世界最大的金融巨头？还有你，赵正阳，你这个蠢货，你岳母根本就不是什么海外企业高管，她就是在国外混不下去了，靠着在富人区给别人当陪酒女捞偏门的烂货。陪酒女？闭嘴！你给我闭嘴！正阳，你别听他胡说，他是被逼急了乱咬人。啊！我乱咬人？孙涵根本不知道是哪个野男人的种，你们母女俩专门在国内包装成名媛，就是为了骗赵正阳这种有点小钱又虚荣的暴发户。老子之前不过是看你还有几分姿色，跟你玩玩而已，你还真以为自己算个什么东西？蠢货！孙涵、许晴，这到底是不是真的？正阳，你别信他，他是得罪了人被逼疯了，故意泼我们脏水。我是真心爱你的。事到如今，你们还要把他当傻子骗吗？哼！林秘书，这是许晴母女在海外的案底，包逾信用卡巨额逾期记录，还有在夜场陪酒的高清照片。你真以为你要结婚，我们会不去查对方的底细？我们早就知道他们是臭名昭著的骗子。我们之所以没有拆穿，就是想看看你这几年在商场上到底学到了什么，能不能自己明辨是非。可你呢？为了他们，你不仅要卖我们赵家的祖宅。爸妈，其实我还有一件事儿想跟你们说一下。我们公司不是新开了一个项目吗？正好还缺100多万的资金，我准备把我们家农村的地皮和后山那一块地都给卖了。我不同意！今天就算是赵氏集团来了，也动不了我的一块地。赵正阳，今天这一切都是你自己选择的结果。妈，我知道错了，求求你们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以后一定好好给你们养老。你不配叫我爸。从你撕碎收养圣书的那一刻起，我们赵家就没有你这个人了。郭平，我们走吧。林秘书，报警吧，把这些人全都交给警方处理。是，赵总。妈，你最心疼我了，你帮我求求爸，让我重回赵家吧。正阳，你和赵家的缘分已经断了。深海科技因资金链断裂，现已宣布全面破产。原董事长郑阳名下全部资产依法拍卖，其同伙孙涵、许勤等人因涉嫌巨额跨劫诈骗被依法判刑。原花旗银行副行长谢波因职务犯罪锒铛入狱。爸妈，我真的知道错了，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我愿意跟着你们回农村，照顾你们一辈子。我们给了你20年的家，是你自己亲手毁了它。赵正阳，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爸妈，求求你们别不要我，
我不能没有你们啊！只要能让我爸入土为安，我这条命以后就是你们的了。哪怕当牛做马，我绝不反悔。万如，走吧。好。